家好，我是杨志锦，欢迎大家来到台湾阿嬷的芭比时代。各位回想您的求学过程当中，除了在学校上课之外，还有什么非日常的形式当中、活动当中有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呢？我想是不是旅行或者是远足会是其中之一？而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谈谈日治时期的旅行，尤其是休学旅行这样的一个旅游形式。先来说说何谓休学旅行。休学旅行一词是源自于日文，那么休学两个字其实有学习的意思，所以休学旅行简单来说就是以一种获取知识为目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旅游形式。在中文里头，我想我们可以将它理解成校外教学或者是毕业旅行。在日本于明治17年，也就是1884年，出现了远足一词。那么日本学者泽柳正太郎对于远足有以下的定义，他认为远足是在校外透过长距离的步行，使学生从中得到一种身心的锻炼，以获取自然和文化等教室里面难以学得的经验，是一种具备教育性意义的学校活动。在正式将校外活动命名为休学旅行之前，通常是用长途远足这个名词来称呼这种户外旅行。它就类似于18世纪的时候，上层社会的子弟们呢，由家庭老师带着前往各国旅行，学习异国文化，借此呢来增广见闻这样的形式。那么日本最早的休学旅行是什么时候呢？1886年的时候，东京师范学校实施了长途远足的活动。那活动时间呢为期12天。从东京出发一直到千叶县，全程呢类似像是一种军队行军似的。途中呢，他们也会进行校外教学，参观名胜古迹等等。这次的活动呢，虽名为长途远足，事实上它可以被认为是日本最早的休学旅行。到了1887年，在高等师范学校里头出现了休学旅行这样的正式命名，而1888年，日本文部省则首次公布了寻常师范学校设备准则。在此之后呢，休学旅行就逐渐的普及到各级学校去了。所以远足跟休学旅行的差异在于，远足它的重点在于锻炼身体，并且以步行来完成可以一日往返的活动。那么地方呢，旅行远足的范围呢，大多是选择在附近的近郊，偶尔也会搭乘交通工具。那么休学旅行呢，其主要的目的在于促进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培养学生的社会意识。那么旅行的地点呢，除了户外的山或者是海之外呢，还有作为可以象征都市文明的东京。日本统治台湾之后，休学旅行也因此间接传入台湾。根据研究者林雅慧的研究，在1897年的时候，国语学校因为要新建校舍，而采取了内地参观旅行的替代方案。这也就是台湾休学旅行的一个发端。基本上在实施的方式上面，台湾的休学旅行与日本的休学旅行方式上面是类似的。不同之处呢是在于除了教育意义之外，台湾作为日本的殖民地来举行休学旅行这样子的活动，其实是和殖民者的统治政策有关系的。殖民者呢，试图透过学校教育或者是集体教学的方式来进行对被殖民者的一种驯化，从过程当中呢，去训练学生守秩序、服从管理的意识。那么，由于实施新式教育的关系，休学旅行成为台湾人的一种新的体验。那么，旅行的范围呢，也不仅限在台湾岛内，甚至于还延伸到日本内地。
并且这样的活动也逐渐的成为了学校的固定活动，而且各校也可以自行的来订定休学旅行的规定。既然我们要出门旅行去了，那么休学旅行要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出发前往呢？在交通工具的部分呢，当时候日治时期的主要交通工具有铁路、船、台车以及汽车。而铁路呢，是学生休学旅行的时候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所以呢，旅行的规划也会沿着铁路的路线来进行。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3条最热门的休学旅行路线。首先是台北的淡水线，淡水线在当时候是北部最重要且利用最多的观光路线。第2条呢是中南部的阿里山森林铁道。1912年通车的阿里山森林铁道相当的著名，是学生们在中南部旅行的时候的热门选项。第3条路线呢，就是花东的部分。在1932年之前，若要到东部去休学旅行的话，得要搭船。那么1932年，从苏澳到花莲港的临海道路正式通车以后呢，就由东海自动车株式会社，他们会在1天2班的频率之下，开巴士经由这条临海道路。说完交通工具，那么出门旅游还是得要花钱的。关于休学旅行的旅费有学校补助和自费2种。那么谁能接受学校补助呢？特别是国语学校的公费生和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们能够接受校方支付的部分旅费。因为国语学校的毕业生和师范学校的学生呢，他们在毕业之后呢，他们即将成为初等教育的老师，所以呢，休学旅行对他们而言呢，有值钱参观的意义。在服装上面其实是有规定的，由于休学旅行是学校的活动，所以呢，算是课程之一，因此参加的学生几乎都要穿着制服。而穿着制服这件事情呢，除了整齐好看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实用的功能，就是易于辨识啊。那在规定的制服之外呢，女学生们其实也可以穿着便服旅行。虽然一言以蔽之休学旅行，但是其实休学旅行仍然有一些差异性的，可以分为台湾岛内的岛内旅行以及海外旅行。那么岛内旅行又包括了区域旅行和环岛旅行。区域旅行就比方说到北部或是中部、南部、东部这样子的地域性的有地域范围的。那么时间呢，主要是集中在秋天、冬天这样的期间，是区域旅行的一个旺季。海外旅行的范围呢，则会到日本内地，或者是中国、南洋、满洲、朝鲜等地。那么进行的时间呢，多半是在春季。环岛旅行呢，则是指绕行台湾1周的旅行，多半是以高年级生为主，时间呢大部分是集中在10月份。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环岛旅行是怎么进行的。比方说1917年，国语学校的日本人学生就进行了海岸1周的旅行，由4位老师带着数十名的日本人学生搭乘奉天丸环岛1周。他们从基隆上船，途经澎湖，再从安平上岸，一路从台南打狗、阿猴进行参观。接着呢，又从打狗港搭乘长春轮进入卑南、花莲港到苏澳，最后呢再回到基隆港。那么在进行岛内休学旅行的时候，大家都会到哪些地方去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几个岛内休学旅行的重要景点。
可以分作北、中、南3个部分来介绍。在北部的部分呢，比方说台湾神社、总督府博物馆、植物园、动物园、北投温泉、草山温泉、基隆沿海地形、淡水、角板山等等。接下来中部又会到哪些地方呢？比方说日月潭，以及台中公园，还有青果市场。之所以会到青果市场，是因为青果市场是当时候负责殖民产业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农产品香蕉的一个总经销地。此外，还有台中水源地，也是一个重要的景点。其意义是在于台湾水源地代表了近代化水源设施。到了南部进行休学旅行时的几个重要的景点，包括有其中之一是阿里山。到这里呢，一般也会一起参观当时候东亚最大的木材工厂，也就是嘉义制材所。然后呢，搭乘阿里山火车一路坐上去，到达阿里山车站。古迹的部分呢，则有台南的延平郡王祠、开山神社，也就是开山神社，或者是赤坎楼、热兰遮城以及孔庙。更往南到了屏东的话，则会去参观牡丹社事件的石门古战场。另外呢，由于1923年时裕仁皇太子的台湾行启，曾经来到屏东的阿侯制糖会社。所以日后这个地方也成为学子们到南部进行休学旅行时候的重要参观点。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几张照片，比方说这张图片里头所示就是新竹高女的休学旅行，他们到了东京参观飞行场，其目的呢在于展示并且让学生们体验日本的现代化和强大的国防力量。另外一部分呢，则是参观神社，或者是跟日本统治发展台湾有关的人士的宅地等等。比方说这张图片当中，就是台南墨广公学校的学生到了日本内地休学旅行的照片。拍摄地点呢是在北白川能久亲王的宫邸。那么它的目的呢，是在于要涵养学生在心灵上也可以成为日本人。休学旅行对于日本时代的学生而言是重要的共同记忆。对于学校端来说，休学旅行的目的可能是在于开拓眼界、增广见闻、实践课堂所学，以及强化日本认同。可是对于学生而言，有趣的是在于和同学们同吃同住同寝同行的欢乐记忆。各位是否也想起了您一段有趣的校外教学，或者是深刻的毕业旅行呢？今天我们这个单元就到此